这4个东西去给海关盖章，要记得检查有没有都盖到。如果有发现有模糊的话，可以请他重盖，不然是会影响到你之后的税务局退税。如果你有买的话，千万不要放在托运行李里面，最后才会发现拍卖异常。Hello， 欢迎回到欧米干什么？我是天咪，欧文。今天要来分享泰国素万那普机场办理退税的流程，以及要提早多少时间到机场，让你能够顺利出境呢？那影片记得看到最后哦，我们就开始吧 ，Go Go！ 如果你搭的是计程车、Grab、Bolt， 可以直接让司机停在出境楼的 Gate 10，也就是最后面。这边通常车子不多，那你下车之后直接走进去，它在 W 柜台的后面，那就是海关办理退税的柜台 VAT Refund， 在这边拿 PP10，俗称小黄单、护照、发票、商品这4个东西去给海关盖章。要记得检查有没有都盖到，如果有发现有模糊的话，可以请他重盖，不然是会影响到你之后的税务局退税。离开商店的时候也要检查税务单跟发票的金额是不是一样，如果不一样的话，也要请店员重开，不然就是到最后才会发现拍卖异常。那你买东西的地方要有贴 VAT 蓝色贴纸的地方才能退税哦。像我们平常去的水门市场啊、桥路卡啊这种地方，那里面几乎都是小店，基本上不太会有贴有 VAT 贴纸的商店，但可能也会有，就是你们自己要看清楚。那你要退税的时候，你就跟店员或柜台人员说你要退税，他就会给你小黄单，然后帮你填写。我们是没有自己填过，他们应该都会帮忙填。然后好了之后呢，你的收据还有信用卡签单都要收好，记得一定要带护照，这样他们才能帮你填那些资料哦。我看社团有一些人建议护照要锁在饭店的保险柜才安全，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是认真的还是来反串的，因为我们自己就遇过嘛。前面在换钱的时候，他说他没有带护照啊，想要跟我们一起换啊。我是觉得啦，在海外，我个人不太喜欢跟人家有这种接触。因为要退税也需要护照，换钱也需要护照，护照基本上是不是都带在身上会比较安全一点？而且你怎么确定饭店的保险柜就一定比较安全？而且万一你不会用保险柜把它锁在里面，不是更糗？你就是要叫饭店还要再来开啦，那可能还会有费用产生。而且护照在国外就是一个唯一可以证明你身份的东西。你不像在台湾，你在台湾如果你被警察拦说身份证你没带，那你报身份证字号，起码警察第一时间可以知道你这个人大概是谁。但是在国外没有办法，护照就是唯一的东西。注意哦，从2023年12月1号起，你的消费在2万泰铢以下的话，是不用在这边盖章的，直接进去领钱就可以了。如果你跟我们一样，只是在 Big C 那个地方买一些零食啊，总金额不超过2万的话，你就可以直接进去。但是注意哦，如果你要退税的话，你的发票金额你要在同一间商店里面消费满2000，并且你的总旅程的金额要达到5000，这样子才能够办理退税哦。那这边还有一个要特别注意的，就是您消费的2000块金额是要扣税之后还要到达2000才能达到退税的门槛哦。如果你是含税2000的话，就不构成这个门槛，就没有办法办理退税。所以如果你担心的话，你可以多买一点超过，这样比较保险哦。所以如果你是跟我们一样啊，在 Big C 在 Govan Market 买一堆零食而已，这个不会超过2万啦，就可以直接跳过这个步骤。那如果有人在 Big C 买超过2万呢？到底是要买多少零食啊？所以现在多了这个政策之后，真的是帮我们省了很多的时间，等于是你办完登机手续之后，你就可以直接出境了，就不用在那边排队盖章什么的。如果你有旅伴的话，我会建议分头行动，由一个人先去排 VAT Refund 柜台的盖章，把你们要退税的东西放在同一个行李箱里面，因为海关是有权利叫你打开来检查的，就由一个人开那一个行李箱就好了，节省时间嘛。但是要记得哦，你们2个真的要够熟，真的要够好，不要被放奇怪的东西，因为在泰国运毒超过100克是会判死的。另一个人他就去看航班的动态嘛，柜台在哪边，然后能不能办理自助报到，还有开柜了没，分头行动。所以记得哦，不要先去托运行李，不要先去托运行李，不要先去托运行李，很重要，要讲3遍。因为如果你没有先去 VAT Refund 盖章，你就直接去托运行李的话，那海关要检查的时候，他是不是就没有办法检查到你的商品？你的4样准备的东西就缺了1样嘛？那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盖章，没有办法退税。像我们平常住宿啊、按摩、吃饭那些，不能退税吗？那不行，因为住宿、按摩那些是服务，是无形的东西，也没办法给海关看商品嘛。
所以这不能退税。那这边呢有一个重要的是，如果你有买奢侈品的话，千万不要放在托运行李里面，因为呢，你进入第二道程序的时候，就是你在出境大厅那边要领钱的时候呢，他们会再检查一次这个商品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是买奢侈品，绝对不要托运。那你办完登机手续之后，接下来就是要进去安检的嘛。那泰国的安检是非常严格的哦，你连鞋子都要脱掉，你的行动电源、你的手机、你的相机，还有你的笔电，全部都要从包包拿出来。你的外套啊、你的帽子啊，也全部都要脱掉哦，就是尽量你身上最干净的走过那个安检门，当然是最安全的。我有一次穿凉鞋，他也叫我脱掉，我来一个问号，直接都看到我的脚趾头了，这也要叫我脱？人家就怕你下面会藏东西嘛。泰国就是这样子啦，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这样子出境啊跟入境。大概是第2啰嗦的国家，第1啰嗦是纽西兰，他连那个鞋子上面的土哦都要跟你计较哦，进去都要踩消毒地垫的。他至少没有叫你脱鞋啊。因为大部分的机场都是针对男生那种厚底的球鞋，因为可能怕底下会藏东西，然后再来是女生的长靴都会要求要脱掉，所以我不太建议在搭飞机的时候搭长靴啦，因为会很狼狈。有些比较贴心的，他可能会在照 X 光的旁边会摆一张椅子，会让女生在那边穿拖鞋子嘛。有一些没有哦，我就看很多女生在那边跳，就是越简单越好，加快时间嘛。那过安检之后就要排移民关嘛，准备要离境了。这一边的话，我们1月2号回来排了1个半小时，很久，所以我们真的建议提早到机场，因为你可能要预设有意外发生嘛，比如说你在路上有遇到交通堵塞，还是航空柜台他们今天少开一个柜，海关也有可能少开一个，可能人手不足啊，或者什么状况发生。我记得我们排队的时候，那个电视墙上面写啊，我们等待时间是11分钟，结果我们硬是等了1.5小时，就代表他们也没有预期到会突然这么多人在排这个移民关。应该这样子说了，他们那个排队的预估时间上不封顶，真的要排到排死牛。还有啊，你在过安检的时候，也有可能你前面的人他的行李是有问题嘛，然后你就要等他把行李箱打开，然后一个一个拿出来给海关看。这个时候你也不可能说啊这边在排队，我换去下一道，不太可能啊，除非有人引导你。因为有时候你做了万全的准备，你难保意外不是发生在你身上，在别人身上啊，影响到你啊。我们上次要出境的时候啊，我们出境前有去吃个东西，然后就买了一罐饮料，然后那时候喝不下，我们就放在包包里面。结果要过安检的时候才发现，我们根本就忘记拿出来了。对，他还问我说你有没有水啊？行动电源在包包没拿出来了。我说没有，怎么可能？我不可能做这种事情。结果他从我的背带旁边拿出一罐可乐。Oh, I'm sorry， 怎么办？我们安检那边检查完，然后移民关盖完章之后呢，我们就会来到离境大厅了。离境大厅这边呢，就有蛮多的免税商店可以逛的，所以如果你那时候在泰国漏买了什么东西呢，你都可以在这边买哦。像我们在这边就买我们那时候想要买的一些泰国的调味料啊，还是说一些小零食，想要带回去给家人当伴手礼啊。而且重点是你在这边买是完全不占行李空间的哦。我们自己比较下来，像我们很爱买蓝象调味料，在这边比较便宜，因为我们有去过 Big C 那种开价的，也有去过蓝象他自己的专柜，在水门市场的7楼嘛，对不对？我印象中，对，就是美食区那边。这次好像没看见了，是不是收了？没有特别绕啦。但是哦，他们都比 King Power 再贵一点点，因为毕竟你在 King Power 里面是免税的。你在外面买退完税价格差不多是这边价格，但是它会占你的行李重量哦。你在 King Power 买不会占的。但是 King Power 有一个很讨厌的地方，它东西都没有标价，很坏耶。然后你去打明细的时候，它都是那种条字，你根本看不懂它在打什么。再来到离境大厅了，你又要去排队了，因为你接下来就是要去税务局领钱。税务局有2个柜台，你可以看上面的指示，看哪一个离你的登机口比较近。因为我自己的习惯，我会先走到我的登机口附近，看一下长什么样子。我要活动的话，我就会在这个区域，除非我确定我的时间真的非常多。像我们在淘机的话，我们就可以从1行跑到2行去，就是要确保你的时间是够的。这边税务局如果要排队的话，它也可以排很长哦，排个30-40分钟，我们也是有遇过的。人多的时候就会遇到这种状况。那税务局的话，你就不用担心说你是红眼班机，因为它这边是24小时都有人。这边预留的时间就抓长一点，因为飞机的话，它都是会前半小时就关舱门。因为如果你要掐那么紧的时间的话，我个人是觉得有点危险。当然有一些人他就一定要等到 final call 他要出来嘛。我们自己在税务局的时候都习惯退现金啦，你要退汇票那些，我好像也没有。通常是退信用卡啦，也可以退汇票啊，比较少啦。那很麻烦，我也不太会用。那以上
就是我们建议的退税流程。那我们呢是建议您可以提早4到5个小时到机场会比较惬意哦。那如果太早到也不用担心，机场有很多地方可以去逛，也有美食街可以吃，而且比较早到的话，你就比较有时间去 VAT refund 那边盖章，还不用担心说你时间来不及。那机场如果你要去那边吃饭的话，我们有一个很推荐的美食街哦，它叫 Magic Food Court。这个美食街超级便宜的，它的价钱就跟曼谷街头的价钱是一样的，里面的餐点大概就是60-70块，最贵的话我记得也不会超过100块。然后呢，它这个消费方式它是采储值卡的方式，那看你要储值多少都可以。然后呢，如果用不完的话，它会再退现金给你。那我们2个呢是储值200块就已经吃蛮饱的。如果呢你们不想吃东西的话，你们也可以去按摩。我们上次在那 B1 那边就有看到一间按摩店，但是它的按摩价钱就比市区贵蛮多的，大概是3到4倍，就看你们觉得值不值得。总之呢，早到是比迟到好的，因为飞机不会等人，而且你也不要去做那个讨人厌整天在那边翻龙扣的那个人，耽误大家的行程，真的不要。那另外呢，如果你有 JCB 卡的话，也可以推荐你去泰国的贵宾室哦。那相关的注意事项呢，你们可以再上网看看。我们这次呢是忘记带了，所以我们就没有去了。那个美食街超赞，因为你去1楼的汉堡王跟麦当劳，汉堡王的套餐我记得都要将近400块。很奇怪哦，泰国的物价明明那么便宜，但是他们机场的汉堡王卖的比我们台湾还贵，那毛起来坑你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就是很刻意在赚观光客的钱，很恐怖哎。那你买的是奢侈品的话，就看你回台湾你要不要申报啦，因为被抓到的话就是要补税，不然你就把盒子拆掉嘛，然后标签剪掉背在身上。那如果帮你再代购的话怎么办？那就送去整新啊，反正看不出来。因为像以前啊 iPhone 3GS 的时候，我们也是从日本啊、新加坡那些地方买回来，然后整新过后再把它出手卖掉，人家看不出来。可以这样。iPhone 不要联网的话，它都不会启动保护。那以上就是我们这集分享的内容啦，希望有帮到要去泰国的你们。有什么问题的话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哦，我们都会尽量回复你们。那喜欢我们的朋友，不要忘记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是万纳坡，苏万纳坡，还是算了，讲苏万纳坡就好了。接下来分享泰国苏万纳坡机场，也可以啊，你这样看起来很 international 哦。就是等那个空姐开始出来举牌子说 final call 的时候，她才要出来。你不觉得当你走上去那个飞机，大家都是这样子在看你这个人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个人害我们飞机起飞不了。